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天气非常的好，而且背景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红叶。对，这种秋日的氛围中。对，刚好是秋天了，我们出来1年了。我们去年也是秋天出来的。对，所以就是在过去的这1年，经常有朋友问我们是怎么解决路上的上网啊，还有工作的问题的。所以今天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各种通讯和网络措施。对，我们是全职工作。你像我，周一到周五都要在房车里工作，然后我的工作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电话，打电话和网都需要了。对，但我们就很大一部分是要打电话沟通。对，所以就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电话的事情吧。对，第一大块就是我们要说说怎么确保电话。对，你像我的电话，我有3个手机，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示。然后，3个电话，4个号，3个运营商。3个运营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呢，就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个 T-Mobile 一个，然后后来就是出来为了这个信号的覆盖嘛，就大家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就是每个运营商它都各有所长。对，就这个区域可能会有一个的信号比较强，另一个比较弱。对，然后你如果在城市里的话，你多多少少就是你就算信号不好吧，你还都能用。但是如果到农村、乡村地区的话，就真的是它这个运营商就会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们之前其实在波特兰住的时候，我们用 T-Mobile 那个小区就很难收到 T-Mobile 的信号，打电话经常打不成。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 AT&T 会好一点。对，说了 T-Mobile 和 AT&T，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 Google Fi。Google Fi 呢，它是基于一个这种，它没有自己的网络，它一直在用别人的网络，所以就是当前这个地区吧，它签约的哪一个运营商信号好一点，它会优先切换到那个运营商。而且就是它基本上是在我办的那个计划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可以打电话，可以上网。对，然后是固定资费，所以如果你有经常出国啊，或者你要跨境旅行，对，用 Google Fi 其实还是蛮好的。对，挺好的。Google Fi 呢，它是我这个是65吧，65一个月，然后它还送这个 YouTube 的这个会员，还有你这个 Google 的会员，所以这是 Google Fi。然后 T-Mobile 呢 ，T-Mobile 的资费大概就是我们在用的，现在是我们家有3条 T-Mobile 的线，3条 T-Mobile 线一共是90，是90吧？对，31条线。就是我2条，然后送1条。对。然后 AT&T 的呢，我用的是这种 Prepay 的计划，就是这是我在出来之后，我们当时是逛到哪儿了？波特兰。对，在波特兰。电话。对，电话不太好，特别不好使。然后就去临时开了一条 AT&T 的这个 Prepay 计划。AT&T 的我这个是50一个月。然后我就说到这个电话。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一路上打电话的需求是没有太大问题了。就是怎么讲，就是大部分就是在农村会有信号的地方，它都覆盖到了。就是你实在去没信号的地方，那所有运营商都没信号，那就都没有用。对，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漂移到加拿大去，所以就用 Google Fi 就会很好。去加拿大就用 Google Fi。对。好了，那我们就是打电话这一块。打电话就讲到这边吧。然后，那对于我们2个工作都特别重要，其实不只是工作，还有娱乐都特别重要的，还有上网。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顺畅上网的。其实基本上有4个不同的方案，我们在使用的就有其中的3个。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吧。对，先说第一个吧。第一个我们在使用的是手机热点网络。对，就还说到这个手机吧。就是我们手机热点，我们像大家都知道，每个运营商他自己手机套餐里很多都包含了这个叫手机热点啊。就像我们的这个计划叫 Essential， 它就只能提供这个3G 网络这个 hotspot， 就是热点。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已经5G 时代了，这个3G 网络你还能干什么呢？它顶多让你就是收发邮件，然后查看这个短信。其实你邮件里边附件比较大的时候都不太流畅，对，你都打不开。就像我工作经常是需要开线上会议的，
或者我们有时候看足球直播，就这种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用这个3G 网络来实现的。对，因为你这个就是主要是给电脑用嘛，所以就不太可能。对。但是就是每个运营商它还有更贵的计划，就是像 T-Mobile 现在有新的这个 Go5G Next，它就会提供这个50个 GB 的高速的5G 流量。但是你50个 GB 用完之后呢，就你会降回到这个3G 啊。就还是看你个人的需求。那这种计划就非常贵吧？对，他们对这个 Go5G Next 就是一条线就要70多，70以上了啊。对，像我们3条线才90。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划算。确实。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手机流量热点，总结一下它的优缺点。优点就是非常简单，因为你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设备，因为手机还有手机号套餐大家都有嘛，直接用就好了。对，使用非常方便。我觉得对一些就是短途出行的人或者偶尔使用的，然后你不需要一直工作使用这种，不需要一直使用这种电脑给其他设备提供这种热点服务的人，比较适合这个。不需要视频会议和看直播之类这种非常即时信号的这种，不用电脑就行。你手机还是可以用嘛，你手机有5G 网络。这倒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对这种对网络这种依赖不是很大的人，比较适合，就是直接用手机开热点就好了，偶尔用一下就可以，也足够了其实哈。或者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有比较贵的计划，那当我没说，对，那可以一直用。那个它的缺点呢就是什么呢？缺点就是它这个，首先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便宜手机计划，它一个有流量限制，然后速度限制，然后对它是有限制的，然后你不能一直使用。而且它是受这个覆盖的区域影响比较大。对，就比如说你用的，比如说是 T-Mobile，那好巧不巧，你的这一块地区这个小镇或怎么样 ，T-Mobile 的信号就不好，很差，那你就完全没法用了。对，因为一般人大家都只是一个运营商嘛，对，没人会同时去有2个3个运营商。像我们这种也比较少。对，所以呢，就是第一点，这种手机提供热点，我们就讲完了。好的，那我们的第2种方式，其实第2种方式是我们没有在使用的，但是我们曾经用过。对，其他有一些RV，然后路上旅行的人，他们会在用，就是那种移动热点盒子。其实跟这个手机热点也很像。是一个原理，它里边就是一个盒子里边插了个 SIM 卡，然后它发热点。它这个也是各个运营商他们也都有这个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呢，它提供的都是基本上是高速流量，然后它不会有那个什么3G 网络，但是它这个流量一般你办这个计划 T-Mobile 什么这些，他们都是比如说有50个 GB 的流量限制，然后都是给你提供好，之后你每个 GB 还都是高速流量，但是你会每个 GB 额外付费，额外 charge 你钱。对，就用完套餐里的超出的额外付费。那额外付费的话，也是价钱就立马就会上去了，对吧？那这个的话，优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它这个，首先你不需要就是通过这个手机设备，然后来开这种热点，它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小的，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它自己本身是可以充电的，然后你可以在不用额外电源就是供电的情况下来使用，不用连着线，你可以放到哪都行。然后小小的放到哪都行，比较便携方便。对，其实它的优点其实跟这个手机开热点我觉得是类似了。对。然后它的缺点呢，那也很明显，那就是还是跟手机一样，就受这个网络所在地区的影响。对，它基本就是一个手机热点网络的延伸。而且它还有这个就等于流量限制，然后之后每超出的流量部分都很贵。所以你用的越多越贵。对。好的，那我们就到了第3种。也是我们目前正在用，而且主要在用的一个拳头产品，对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案，就是家用5G Internet。它就是现在我知道的，就是能像我们这样在外面移动使用的，就有2家运营商在提供。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因为 T-Mobile， 因为我们手机是 T-Mobile 嘛，所以就是直接就开通它就可以了。然后另外 Verizon 也有。对。像 T-Mobile 这个，因为在我们家庭计划里，所以我们会有优惠，大概就是40一个月。
Verizon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计划运营商，所以就没去考虑了。然后，这2个品牌的这个 Home Internet 是经过了很多 RV 旅行者这种旅居的人实战考验的，试验过的，确认他们是可以不停的换地方，所谓的这种移动使用的。虽说他们2个在出这个产品的时候，名义上是不可以这样移动使用的。对，你去问他，他也会跟你说不可以。对，如果你去问他们的店里的人，他说是不行的。他们是明令禁止。Home Internet 它只是让你放在家里用，对，它不让你移动着用。但是这2个确实现在是很多人在用，然后是非常稳定可行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用这个，首先你得需要有个家庭住址。你去的时候，他会先问你家庭住址。你的家必须是在他们5G 覆盖很好的地方，他们才会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如果你本身的电话开户的地方在一个5G 信号不好的地方，他们不会给你提供这样服务的。这就是我们当时在稳图尔住的时候，就在出发之前我就拿到了这个盒子。说到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T-Mobile 的这个 Home Internet， 就是它在我们计划中，然后这个折扣是40块1个月，它是跟前面的那个热点盒子不一样，它是完全无限制流量的。因为它其实主打的是一个家庭使用环境，对，所以它要跟在家连了网线对，就跟家的那些各种那种网络运营服务商一样，他们是要去蚕食这个市场，所以它就是做这个价格，蚕食这个市场。然后它是其实它也是通过他们现在强大的这个5G 基站，5G 覆盖来提供这项网络服务的，所以这个就不会像手机，你在没有5G 的时候，没有5G 和4G 的时候，它会切换到3G。这个当失去了4G 信号以后，它就完全废掉了。对，它是不会切换的。就说到就是我，40是的。就经过我们这个1整年的使用吧，然后我就发现它在这种大城市信号5G 信号覆盖非常好的地方，它就能达到这个300兆以上的下载速度每秒。然后还有这个30兆的上传速度，这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就是你去看直播呀，然后哪怕你自己发直播，然后各种会议，对，我下载游戏啊什么，速度都非常非常快。我觉得是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大城市中，这个信号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T-Mobile 信号覆盖不好的地方，它只要有5G 信号，我看它也有100兆的下载速度左右，然后还有这个10兆的上传速度，所以是非常够用的。哪怕信号中小城市也是这样。对，中小城市大概就是满足这个大城市信号不好的地方的这种速度。但是你觉得100多兆，我觉得现在非常够用了。你去看这个4K 视频、电影什么，完全都没有问题，不会卡顿。然后就说到这个偏远地区的话，你在偏远地区城镇，然后只要信号好的地方，你也是能收到这个像我刚才说不好的100多兆这个速度，所以也是很够用的，在偏远地区。但偏远地区，然后我也试过，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它就有点，因为这个地方它能收到5G 信号，但是它信号只有1格。对，我觉得是，可能跟这个城市不城市啊关系没有跟它地形关系大，有时候就在山凹里或者怎么样的，它就刚好它的那个信号塔被挡住了或怎么样的。但是它其实他说的是一个方面，就是地形的原因，还有一个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什么城市的信号好的地方和那个乡村信号好的地方它速度不一样呢？还有他们这个信号塔的这个基准有问题。然后信号塔城市用的是功率非常大的信号塔，所以城市的信号就能达到300多兆。像我们在乡村，我们上次就住在信号塔下面，但是也只有100多兆。确实是因为它那个信号塔的那个功率就没有城市那么大。对，它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人要使用。就现在我们在这个地区呢能收到5G 信号，然后我自己测速下来，在这边就是你的下载速度其实也就只能达到30多兆每秒。上传也就是3兆3、4那个样子，基本上上传都是下载的10%嘛。对，基本上是的。所以就是30多兆，看 4K 可能会有时候会卡顿，但是基本上也都很流畅。因为现在其实网络流速很快，就是基本上都够用了。所以就是我们用这个就5G 的这个 Home Internet 这个盒子能覆盖到我们90%的使用场景。对，我们主力就是靠它了，这一路上。因为它就是那种
你到那儿只要有个电源插上，它就会立马开始接收信号。它的优点就是它体积也不大，体积小巧，就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小盒子，然后插上电源，一摁开关，立马就能用了，使用简单。对，使用简单，体积小巧，然后不限流量，然后网络稳定，速度快。对，优点还是蛮多的，优点挺多的，所以就是为啥这么多人都在用。对，而我们的90%主力产品。缺点呢？它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和刚才前面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热点盒子，热点盒子是可以充电的，它是必须得通过这个电源来供电，必须连持续稳定供电，连那个110伏。对，它是110伏的。对，持续供电，而且它必须需要4G、5G 的网络。4G、5G 网络。对，所以它跟那个前面的也有共同的缺点，就是对这种信号基站的依赖特别强。是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它很可能之后就会被开发商不是开发商，运营商取消掉，就是他发现太多人在这样用的话，违背他设计的这个初衷和他的政策，他可能就会检测就你哪些账户在不停的这种变换地区使用，跳动你的使用地点的话，他给你封账号，或者是他给你画这个空气墙。你出了这个区域，你这个东西就用不了了。这个可能是之后的一个趋势。因为它之前我就看到有人就已经这么讲了，但是他一直没有用，因为它也会损失一部分用户。对，还有可能就是它会涨价，就给你们这种移动使用的人，他像现在我们用的这个 Starlink 要150一个月，他可能会把它只要40、50块一个月，可能会给你涨到趋近80、90一个月。没错，就是。但如果它涨价的话，我是能接受，可以接受。但它就是等于说要跟另外一批产品去竞争这个市场了，竞争市场。那它要竞争的这一批产品呢，就是我们最后要说到的这个第四项了。第四项 Starlink 就是基于卫星的这种信号传输的网络，低轨道卫星。那这种类别，大家就最熟悉的就是这个马斯克搞的这个 Starlink。对，因为这类的还有其他品牌的，有，就是很多国家就自己在搞自己的，但是他们没有商业运营，或者说就是只有很少人能用到。对，所以就是这种我们平时知道的这个类型的，就是 Starlink 了。那 Starlink 呢，就能覆盖我们在路上这个10%到20%的使用场景。是的。10到20%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就是 T-Mobile 这个5G 的这个 WiFi 盒子覆盖不到的地方，用不了的地方。没错，但是它这个 Starlink 这个系列的产品，是分了3条线的。就是分为这个，首先它是分为这种家用的 residential，然后还有这种移动的叫 roam，还有这种海上用的，就是给 marine boat 用的。对，所以它就分了3条产品线。然后每一条产品线其实它里边也有一些价格的区别。Starlink 它设备就是这样的，你设备是设备的钱，对，然后后边每个月是月费，是这么使用的。它跟前边的那个，就像我们刚才那个 T-Mobile 的5G Home Internet 还有 Hotspot， 他们都是运营商可能会租给你一个，就不要钱压给你一个设备。你不用说退给他就好了，对，你只用付每个月的月费就行了。设备本身是不要钱的，这个我们忘记说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第2种和第3种，它设备本身不要钱，付月费。但是第4种这个 Starlink 它是设备本身就是一大笔钱，你要先买设备，后边每个月再去付月费。对，因为它原来其实是想做一个这种，这个叫什么区别化的一个产品，所以它价格像家用原来是最便宜的，只要499的基站。然后移动是799的基站，然后海上那个25000块钱基站。对，但是现在呢，它已经开始把3种产品全部趋于同一种类型，然后反正他们都是陆地基站嘛，就是它不搞那么贵的区别化设备了，它现在主要是在卖这种每个月的服务。对，像这种家用的和这种 roam 的，还有海上的所有设备，它现在都变成了一款499吗？还是399的产品？对，349的产品。像我们这种老韭菜，在移动的时候，我们之前买的就是799。我们基本是第一批买这个 Starlink，然后我买的这个是2代的，我们买的是移动2代的 V2，就移动里边的第2代产品。它是带一个电机，它自己会找
找卫星、对准卫星的。对，你把它放到那儿之后，它这个脑袋就这样转来转去，像一个大平板，它去找天上的卫星。它现在新的3代的呢，就是接收面积更大，但是它不会自动找卫星了，你得给它挪。对，你先让它接到以后，它会告诉你哪个角度、哪个方向是最适合你放的，你再给它自动手动转向。对，就这样。所以就是它现在已经是有3代了，对，但是就是它这个价钱降下来了，设备本身399，然后就说到349，然后说到它的月费这个家用是最便宜的，是129，然后家用就只有这一个选择。像现在我们这种 ROM 这种移动的你就有2个选择。我们现在在用的之前是最早开始用的时候是120，是不限流量的，然后后来涨到了150一个月，它是从你开的那一天算一个自然月30天，然后这样来结算的。后来呢，它涨到了150，现在又涨到了165，最近涨了，但是我还没看因为最近我又不用了，我把它停掉了。所以它有个好处就是，你开通就可以用1个月，然后你不用了可以把它停掉，不需要一直付月费。对，等你下次想用了，哪怕没信号，你把它打开以后，它收到星以后，它会让你先付钱，付完钱以后，它继续给你开通。对，是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是以月为单位嘛，但是我们其实很难1个月都在一个地方，我们经常就是就这1个这2周没信号，我需要开一下，但我需要付1个月的钱。那没办法，你必须得付。对，我很想让它出一个按周。它现在有不是按流量付费吗？就是它另外一个移动套餐呢，就是50个 GB 的高速流量，只要50块钱。但是这个50个 GB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这50个 GB 可能真的不够你干什么。反正对我俩来说肯定是不够的，超级快就用完了。所以就是我们以后可以试试在一个地方，我们就没信号只工作，我们就啥也别干，不要娱乐。对，没有娱乐，做点不用网的娱乐，只用这个50个 GB 来工作，然后看看这个流量够不够。这样应该是差不多，因为我现在视频会议也少了，应该够用。对，所以就是这移动版就是2个这样。它现在海洋版的也是，其实就是这个海洋版是多少钱来着？我们有记吗 ？BOSS 的。BOSS 好像没有记，没有，我待会儿打在公屏上。因为朋友们，如果你有个小游艇，你可以买这个 BOSS。船上用的。对。刚刚我们忘说了这个 Starlink 的速度，Starlink 就是在完全开阔的营地，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营地，它没有东西遮挡它的话，它这个速度能上到150以上。然后我有见过250，快300的速度，然后下载速度也是。都能达到10兆吧，因为 Starlink 不可能像其他那样10%，它受到这个卫星的限制，所以它上传速度会比较慢。然后在有部分遮挡吧，但是也不是遮天蔽日的情况下吧，它也能收到信号，但是那个速度就会降挺厉害的，就大概会降到30-40，而且它中间可能会断，还会断。它就是我们上一个营地吧，就像你们看我们后面这种树林，就围了我们一圈，中间头顶有一片空地。对，因为卫星是和地球是有夹角的，不可能是让你的 Starlink 直直的冲上，它 Starlink 永远都是斜着在对着一个位置。所以就是我们在头顶上有一块空白，那就是卫星飞过来了，它收到信号了，然后信号来了，然后有信号了，然后卫星一过去，下一个卫星还没接上，被树挡着的时候就断掉了。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在上一个地方呢，我看了它的那个记录，是大概70%的时候，我们是能收到信息，能收到信号，有30%是断掉的。对，这种时间就发生在每一分每一秒钟，就大概1分钟，你可以把它切成70%、30%。它的速度一直在变。对，一直在变，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了，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了。对，这会儿开会就很难受。你别说开会，就我用它 WiFi 靠。对，打电话突然没声了，对，然后过一会儿又有声音了，我又进来了，我又出去了，我的天！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挑选营地的时候，会很注意它这个营地周围有没有树木的遮挡，尽量会去选择。那是第2个选项，就是第一个选项，我们是先看这个地区的信号覆盖怎么样。对，因为我们 Starlink 永远都是备选第2方案，我们第一方案是这个 T-Mobile。所以如果我看底下人评论，这地方 T-Mobile 有信号5G，那就很放心了。我们就不开 Starlink。然后如果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别人说 T-Mobile 没信号，我就要开始看它这个营地是不是开阔，
然后有没有这个大树遮天蔽日的情况。对，我们可能就像我们这个营地周边的 site 是有树会遮到的，那我们可能就去选中间那些周围没树的。但如果这个地方就是又是全都大森林，然后又是没信号，我们可能就选择不去了，就只有周末去。对，周末挑不工作的周六周日去。是的。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次就是在Cascades National Park， 在那儿就是我们晚上都已经所有一切都已经 set up 好了，然后发现哎不行，没有信号，明天周一了，没法工作。然后那 Starlink 连半天，连了1个小时没连上，然后我们就连夜拔营，就开到了下一个城市，然后随即找了一个营地就住下了，就为了第2天能正常的工作。所以这就是用 Starlink 你就有一个这个存在这个风险了。当时那个地方并不是说所有开阔地方你是一定能收到信号的，对，而你看那开阔地方冲哪儿，那个就是意外。大部分 Starlink 它大部分时间它都是在冲北，所以如果你这个所在营地位置冲北有一块开阔地的话，你是有信号的。就还包括上次我们在营地是开阔的，但是它在我们背后有一片树林，对，刚好我们离树林很近，那个 Starlink 它就要冲那边，对，然后信号就在那边。对，因为它的线毕竟是有一个长度的，你不可能说你跨越几条路，然后你把它支到开阔的地方。对，它线你可以无限加长，但是有时候中间有路，对，人家有车过，对你也不可能放到别人营地里去，就很奇怪。对呀，所以还是要相当注意它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这个 Starlink 的这个2代这个移动版的设备，它2个部分组成，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室内的这个 WiFi 发射器，就是给我们电脑、电视啊发送网络的，然后这个就是室外的这个卫星的信号接收器，一个大白板儿，它就通过这一根这长长的线缆呢，它连接到这个室内接收器上。对，然后室内接收器又通过这个110伏的供电插在电源线上，然后给整个设备提供电力。它需要连接到一个稳定的，就110伏的家用电线上。我把它改装了以后，它可以使用这个12伏的，然后电线用那个车载的点烟器就可以供电，更省电了。我们之前视频有拍过，之前视频里有，大家可以翻一翻我们原来的视频。对，怎么做那个改装的套件？对，这就是 Starlink 的基本情况。好的。然后 Starlink 的它这个优缺点也很明显，他们这些所有设备，他们自己的优缺点都相当的，就是这个他们这个4种产品嘛，全部都是各种互补，对，是补齐对方没有的一些短板。所以就如果你真的在路上就是对网络需求像我们这么大，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像我们一样，几种都可以都拿上。然后 Starlink 其实它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它能填补空白，因为能使用其他地方的也能使用 Starlink 其实，但是能使用 Starlink 的地方，其他的那几种方案未必能用。像我们经常会去一些自然风光很好但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那就是别的方法真的是行不通，只能依靠 Starlink 了。它通过搜寻卫星，这个确实是有一个降维打击。对，通过卫星，你只要在一个开阔的地方，然后它会给你提供这个持续稳定的这个信号输出。对，也让我就是我在完全没信号的地方，我还可以打电话。对，通过现在这个 WiFi 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知道有 WiFi call 嘛，就是通过网络打电话。对，所以 Starlink 还可以让我在完全没信号的地方继续打电话工作。对，所以 Starlink 就是给你兜底的。然后而且它一旦连上了，它的信号是非常可靠。对，它在开阔地区的话，它是信号快稳定，非常可靠的，没延迟，低延迟非常可靠。那也就说说它的缺点。第一个就是它其实受地形影响很大。它受地形影响很大，然后这也影响了它，其实影响它的速度。这个其实算它一个为数不多的几个缺点里的一个吧。为数不多几，还有缺点就是贵。对，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我的缺点，是我们自己的缺点。150一个月，就我也是相较于其他产品来讲，我觉得这是它的缺点了。对，但是如果我实在没别的选择的话，150一个月能让我有网络有兜底的这个方案的话，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倒是，你就说人家长期住在什么高原上啊，是吧？没有信号塔覆盖的地方，对，你花150块钱让你每个月有高速网络可以上，对呀，还不断线，多好啊！
已经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了，你也不需要挖管道、拉线之类的，很简单的一种方式了。其实，这其实就是相较于其他刚才我们说的几种产品，它的缺点就有贵这一点。当然，我希望它能降价哈。它的我感觉它的趋势是在涨价，不是降价。是，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就是 Starlink 它的卫星越发越多的话，其实对天文学家来说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他们现在已经影响到这种地基观测了，所以就是也是天文界跟 Starlink 他们也是有一个沟通，看他们之后能怎么改进，减少对这种地基观测、天文观测的影响。那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不行，我作为一个星空爱好者，我觉得还是应该收敛。你不要发太多卫星，想想办法。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什么解决方案，但它算是一个外挂 WeBoost。这是它的这个 WeBoost 的这个红色的这个主机，然后它通过这外面这个天线来接收这个信号塔的这个。就是移动运营商的信号塔的这个信号，然后它通过这个，还有一个它这个内置的一个天线来放大，就让你手机可以接到这个更强的这个运营商的信号。它其实就是手机自己本身天线的一个加大版。它像一个喇叭，然后如果你就有一点点信号，它给它扩大放大出去。要不然就比如说我们在有一些小村边上，对，就是你手机发现你手机只能收到一格信号你这一个信号可能4G 或者5G 信号只能让你打电话，然后你上网很慢，但你把它打开以后，它能发现它能正常上网了，然后能正常接受信号了。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号手机天线。对，所以就是它只能是在有一点信号的地方能够用，对，然后加强你的信号，加强一下，然后完全没信号的地方你用它也是没有用的。对，这个最早我们很早就买过一个，然后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掌握到它使用方式。对，因为当时我们的使用场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当时是出去纯越野露营的时候，试图打开它用。对，就在那个山野老林里头，它是完全没信号。对，没错，其实就是我们用错地方了。然后我们后来又买了一个，发现还挺好用的。对，就是在那种信号似有似无的地方，尤其是周六周末我们经常移动的时候，我看球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我们开车在路上，它在高速上，你就这么支着它，它也能帮你稳定信号。对，因为经常我们有时候会路过一些爬山啊、翻山啊那些小一点的公路啊，信号差，它就很好用。对，这是一个小小的外挂，一个补足。对，一个外挂设备。对。那我们就是这一年在路上的基本使用这些网络就这样的情况。对，就是基本上能全覆盖，保证我们在不停换地方旅居的同时，还有在加拿大国外，在包括去加拿大的时候，都有网络可以用，可以赚钱养家，也可以休闲娱乐。对，就是以上这4种方案。大家就是看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去选择。一个是手机的热点网络，一个是这种热点盒子，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Home Internet 5G Home Internet，然后最后一种就是 Starlink。对，这4种方案大家酌情选择。所以就是我们这1个月到底在通信上花多少钱呢？和网络上要花多少钱呢？我们有3条 T-Mobile 是90，对，加上这个移动盒子是40。所以我们 T-Mobile 就是130，对，然后再加上这个 AT&T 我的 AT&T 的 Prepaid 计划55，再加上这个 Google Fi 65，等于250，所以我们就是手机线。平时的正常来说1个月是250块，手机线加上 Home Internet 那个盒子的网络，对，然后250。但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开 Starlink， 那就是要再加150。现在160了。现在165了，那就是再加15块钱。对，之后可能就如果需要的话，就每个月可能通讯费用会上升到415。对天哪，心痛。但没有办法，你这必须得，像我们这种周1到周5都要工作的人，是必须得有网络的。这个钱也必须得花，因为确实周1到周5还是得打工挣钱养家养狗子。只有周6周末能彻底做到脱网。那已经很不错了，就满足吧。
对啊，就是能让你一直在路上，这样边每个月每周都换地方，然后可以去看不同的景色。对，虽然是同样的工作，但是你每次打开门是不一样的风景，整个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然后周末还能去各个地方晃悠玩一玩，对，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对，就是花这400块钱换来一个比较自由的行程，还是非常值得的。当然，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方案或者是建议，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对。如果有更省钱的办法，我们这个之后我也会控制一下的。像这个，等我们就是，我马上去英国看完球以后，我回来可能会要把 Google Fi 停掉，因为我们近段时间都不会再去加拿大了。对，等我们明年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再把 Google Fi 打开。像它这个都是可以随时停、随时开的。对，是的，那就再能节省65块钱一个月。是。然后 Starlink 能少开就少开。对，少用 Starlink， 而且之后换成那个按流量付费的试一试。对，这样可能能省个200块钱。对，好的，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内容啦。对，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也可以给我们留在评论区里。如果你也是在路上的这种车友，也欢迎跟我们多多交流。好嘞。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